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战。好，欢迎肖战。嗯，那作为微博之夜的老朋友，这次再来有哪些新的感受？新的感受，好多人啊，对，好多人，很热闹，好久不见的热闹。因为我关注到网友们其实给19年、什么20年、21年或者22年，就是每一次好像接受我们专访都截了一个对比图，有注意到吗？我还没有看到，但是我记得每年的专访的样子。那目前为止，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微博之夜有给你留下哪些深刻的印象？什么细节呀、嘉宾之类的？刚刚那个对于那个山地起火那个事件的演讲我非常的动容，很感动，因为跟我的家乡有关系，重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明白。今年有哪些想要尝试的新领域和新工作？我觉得新工作的话，对于我来说还是可能重点在拍戏吧，对，所以还是要专注在拍戏影视方面。对。因为现在正好是3月底嘛，就等于2023年其实已经过去1/4了。哎呦，您说还真是啊。有哪些年初立下的小目标已经实现了吗？小目标，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把每一段工作都做好吧。所以其实今年开始已经完成了一些我觉得想要去好好完成的工作。那有哪些目标还在继续努力中？比如说拍好戏。了解，那我们可以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就是整理了去年跟肖战有关的一些热搜。OK， 好。OK， 那我先撕第一条。好，就跟你刚才说的有关。哎呦我的，看看啊，肖战米兰探店黑西装随拍。对。其实这次去欧洲参加时装周上了好多热搜。自己这次欧洲之旅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哎呦，这一次的话，我觉得太多了。比如说有一些3年前去的地方故地重游啊，其实有一些当时的回忆跟当时的感受跟现在当下的感受的一个差别。之前的记忆对我发起了一个攻击。是让觉得自己有了变化还是怎样？让自己觉得说成长了吧。明白。那我们可以下面撕第二个，好，是相关的。来，我看看啊。肖战西装背头造型，哎呦，这造型大家也很关注嘛。自己平常日常有没有很喜欢的穿搭？我自己平常的话，我觉得比较怎么舒服怎么来吧。舒适第一名。所以其实不太会在意那种。不太，平时还真不太会在意。明白。我们可以撕第三个。不太一样。肖战说盛阳是平行世界的自己啊，对，因为当时在拍那个《骄阳伴我》的时候，我就觉得盛阳其实跟我自己很像。首先，他从事的那个职业是我之前的那一份职业嘛，老本行。其次是他的成长环境，也跟我很相似，也是在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爸爸妈妈都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温暖。其实作为演员，这些曾经饰演过的角色会给你留下哪些印记吗？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吧。我觉得这个是演员跟角色之间相辅相成的东西。有可能演完哪个角色，然后改变了自己某种习惯或者心。比如说我演完盛阳之后，因为刚刚演完没多久嘛，我觉得我现在性格比以前要怎么说，要温暖一点。对，要温暖一些。我觉得之前也挺温暖的。就是不一样的温暖吧，可能是那种小狗式的温暖。狗式的温暖是什么温暖？其实刚才前面也提到了，可能故地重游的时候，在欧洲也觉得自己经历了成长。没错。作为演员的肖战，就这么多作品，让大家看到之后，你觉得自己有哪些方面的变化？我觉得其实口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力量。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在我的作品里面，然后自己去发现这个成长。其实是有很大的变化的，我觉得。明白，给我们卖了个关子。没错。来，我们撕第4个看一看。好。对，这个肖战，肖生生，哇，这么简单粗暴啊！这个就是很快上热搜，就又是另一部作品。
啊，没错没错，这个角色呢其实也很不一样啊，他是比较跟我本人其实差的还有点远的一个角色。他是一个北京长大的一个北京小爷，大院子弟。他也是一个很暖心的人，但是他更多的其实通过某些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暖心。可能他是觉得我罩着我的兄弟，然后我要为我哥们儿两肋插刀。他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其实是一个很有情义的人。然后我在想，男演员演这种角色会不会自己很过瘾，就有点那种。对，会。特别是那种大场面，然后为自己兄弟出完头，觉得哎，当大哥也不错啊。明白。其实自己最近就除了在拍自己的作品之外，有追哪些剧或者电影吗？很多。国产的电影的话，我在春节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在拍戏，然后抽空偷偷的去看了一下《深海》。我还蛮喜欢的。很多人说看完就是《深海》会大哭，或者有情绪波动很大。对，我觉得会有一点，因为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做过一个海报，就是关于，当然我那个是关于自闭症儿童，所以其实当时有做一些小小的了解吧。所以当我得知这个《深海》有类似的这种题材的时候，而且也是国漫，我就想去看一看到底怎么样。看完之后还是很感动的，我觉得。有想要去尝试过悬疑呀，或者？有啊，其实我一直都特别喜欢这种惊悚悬疑类的，迷人又可爱的反派角色。对，你之前提过，对。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粉丝其实也在期待会演一些文艺作品或者拍一些文艺片。不知道你自己会考虑吗？当然，我觉得只要是好的剧本，然后能打动我的角色，我都 OK。所以作为演员肖战的话，下一步的目标是怎么样的？下一步的目标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就踏踏实实的往前走吧。没有什么很大的目标。我们可以私下一个看一看。对，兜肖战米兰时装周社交直拍，哎呦，这个其实想聊就是生活社交类的问题啊，就是因为其实我是一个社恐。对，我真是一个社恐，我不太属于那种能主动发起跟别人聊天的那种人。对。那像今天这个场合会微微有一点压力吗？也不是压力吧，就是有一点不自在，会有一点点。对。一般会怎么消解或者让自己很快的就是坦然自若？深呼吸。深呼吸。明白。还有一个就是一般不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明天可能有很多自己能休息的时间，一般会选择干什么？我会选择健身吧。其实我现在每天都健身。对，健身这个是雷打不动的。还有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会把最近奥斯卡不是刚举办完嘛，把里面的那些作品都拉个看一遍。对。有排序吗？都最想看的？其实里面有一些我已经看过了，比如说那个杨紫琼老师演的那个电影，我其实已经看过了。对。然后想看看那个最佳男主的那个吧，金。对。有时间的话。明白。那我们可以私下一个，刚才其实有小小提到。看看啊。对。肖战在意大利吃川菜。这个事情呢，其实特别巧合，是我们到了佛罗伦萨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国外已经待了很多天了，然后我天天都吃的是国外的食物，导致我的胃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点不舒服了。然后那天佛罗伦萨又下大雨，然后又刮风，然后我穿的很少，所以我感觉我要挺不住了。正巧呢，拍摄团队的老师们就跟我说，你知道佛罗伦萨有一家特别有名的川菜？我说真的假的？好吃吗？他说特别好吃，我给你订吧。然后他们就给我们订了那个川菜。然后就这样吃上了我在国外的第一顿川菜。是不是翻了那条川菜 YYDI？ 啊，没问，对，没错。其实我们就想问，如果就是特别累或者自己情绪比较低沉，像身体有不适的时候，一般会选择干什么来放松自己？都已经不舒服了，还要干什么？那就好好躺着呗。休息。对，休息吧。我也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很不舒服了，别逞强了，你就真的好好休息一下，
给你的身体缓一个劲儿，缓口气儿。因为刚才有提到最近在坚持练健身嘛。啊，对，在微博上也看到晒出了很多运动啊。自己会最喜欢哪一种？那你要说最喜欢的运动的话，可能最近在尝试的网球会比较有意思一点。因为刚才有提到可能雷打不动的健身，这算一个肖战的日常吗？还是现在算是一个日常了。当然也是为了自己，在演戏方面有一个更好的体魄，身体更加的健康。所以最后就还想问一下，比如说在健身，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美食嘛，平衡他们俩对你来说算很难吗？其实不难，我现在健身反而是可以吃东西了。对，像以前拍古装的时候会比较严格一点，就不太吃一些碳水，然后高热量的东西。现在教练反而是鼓励我说，你多吃一点吧，如果你不吃多一点的话，你就长不了肉，长不了肌肉。它又提不了代谢。对，其实健身，如果你科学有效的健身的话，是不会让你就是变胖或者怎么样。我知道大家也很担心这个问题嘛。其实如果你是科学的健身的话，在你的摄入量跟你的消耗量成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正比的情况下，其实是不会有那种情况的。我觉得最后可以送给粉丝这些减肥的小 tips。对，我是觉得大家减肥千万别通过就不吃，通过这种饥饿的方式去减肥，其实我会觉得是对身体的一个伤害吧。